各位老铁，你们好。最近上网冲浪，是不是总能刷到一张熟面孔？没错，就是东哥刘强东。他最近可是动作频频，跟开了挂似的。每一次露面，都像是在平静的湖面上投下了一颗深水炸弹，激起千层浪。这可不只是简单的回归。我跟你们说，我从中嗅到了一股强烈的信号，一股预示着京东这艘巨轮即将调转船头，驶向一片全新又熟悉海域的味道。咱们回想一下，今年开年以来，东哥就像是解除了封印，一下子从幕后跳到了台前。3月份，他悄无声息地跑去香港科技大学，看人家那个叫什么多模态模型的人工智能项目，听着就高大上吧。所谓多模态模型，简单来说，就是能像咱们人一样，既能看懂图片，又能听懂声音，还能理解文字的超级 AI。东哥前脚刚看完，后脚京东就在 AI 领域哐哐砸钱，那速度简直就像按下了快进键。紧接着4月份，话锋一转，东哥竟然穿上了咱们外卖小哥的同款制服，亲自去送外卖，还自掏腰包请骑手兄弟们搓了顿热气腾腾的火锅。那场面，你想想，一个1000亿公司的老板跟你称兄道弟，聊着家常，那感觉绝对不是演出来的。后来更是有人在日本街头拍到他身上那件 T 恤明晃晃的印着京东外卖的二维码，这哪是度假啊，这简直就是行走的广告牌，用全身的细胞向世界宣告，我刘强东做外卖是来真的，是要玩命的。这一连串的操作就像一部悬念迭起的大片，很多人一开始都懵了，觉得京东这是要干嘛？一会儿搞高科技，一会儿又扎进外卖的红海里跟美团、饿了么贴身肉搏，后来甚至还冒出了酒旅、医美这些八竿子打不着的业务，这旗下的也太乱了吧，感觉就像一个饿极了的人，看到什么都想往盘子里扒拉。但各位，如果咱们只看到这些表面的热闹，那就太小看东哥了。在一次小范围的分享会上，他一语道破天机，京东从来就不是一家追求业务五花八门的多元化公司，我们做的所有事情都像向日葵永远朝向太阳一样，死死地围绕着一个核心，那就是供应链。供应链这个词听着特专业，其实说白了，就是一件商品从工厂的生产线一路颠簸，最后送到你手里的整个旅程。京东要做的就是把这段旅程的每一个环节，从仓储、运输到配送，都牢牢攥在自己手里。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控制了全过程，就能像拧毛巾一样，把中间所有不必要的成本，所有被层层加价的水分，一滴一滴的全都挤出来。东哥的原话特别实在，他说，前端卖个饭菜永远不赚钱，我要靠供应链赚钱。这话什么意思？就是说，你点的那份20块钱的盖饭，他可能只赚你3毛5，这就是他著名的3毛5理论。每做100块钱生意，只赚3毛5的净利。他不指望靠卖饭本身发大财，他要赚的是把食材从地里收来，清洗、切配、打包，再用最高效的冷链物流送到厨房。这一整套流程里省下来的钱，这才是他的星辰大海。所以你看，无论是外卖、酒旅还是医美，这些看似毫不相干的新业务，其实都是他这盘大棋上的棋子。他先在消费市场插上一面旗，让你知道，嘿，京东也干这个了，然后再像爬山虎一样，顺着藤蔓向上游的生产端、供给端一步步渗透，最终目标是把整个行业的链条从头到尾彻底打通，变成他自己的高速公路。当然，步子迈得太大，容易扯着胯，这个道理京东比谁都懂。所以你会发现，即使外面打得天翻地覆，比如前阵子外卖行业那场零元购的价格战，简直杀疯了，监管都出来喊停了，京东外卖却异常冷静，稳如老狗，压根就没下场掺和。这在当时让很多人不理解，觉得京东是不是怂了？现在回过头看，这才是真正的智慧。
在自己翅膀还没长硬的时候，跟巨头硬碰硬砸钱，那不叫勇敢，那叫莽撞。更重要的是，那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零元购，虽然能一时爽，但对商家的品牌价值是一种巨大的伤害。这完全违背了东哥一直强调的与合作伙伴共赢的理念。他不仅没参战，还悄悄放了个大招——七鲜小厨。这玩意儿，我跟你们说，可能真是餐饮外卖界10几年没见过的新物种了。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餐厅，更像一个中央厨房的升级版。菜谱是跟各路大厨合伙搞的，保证味道，食材全都是大品牌供应，工厂里洗好切好，真空包装，冷链送到店里。店里呢，没有烟熏火燎的后厨，只有一排锃亮的炒菜机器人。店员小哥把配好的料包一倒，机器人哐哐几下，一盘热气腾腾的小炒就出锅了。整个过程干净高效，还把厨师的人力成本给干到了最低。这模式绝了。你想想，价格上，因为它通过大规模采购和机器人操作，把成本压到了极致，所以能卖得非常便宜，10几20块钱就能吃得很好。品质和安全上，因为所有环节都标准化可追溯，所以比很多小作坊的卫生状况强了不知道多少倍。这不就完美命中了京东一直追求的产品、价格、服务铁三角吗？说到这儿，你可能要问，这么搞，前端又不赚钱，京东图啥？这又回到了那个核心，供应链七鲜小厨的模式。短期看是靠独特的菜品和超值的体验，在你心里建立起一个京东外卖等于好吃不贵又干净的印象。中期呢，人家计划3年开1万家店，当这个规模起来之后，恐怖的事情就发生了。1万家店每天要消耗多少鸡肉，多少蔬菜？这个采购量大到可以直接跟供应商说，嘿，老兄，给我个地板价，不然我找别人了，议价权就到手了。同时，密集的门店网络也能把冷链物流的成本摊到无限薄。长期来看，餐饮是最高频的消费需求之一，通过这个高频入口，又能反过来滋养京东整个即时零售的生态系统。说白了，京东这是在用餐饮这个重资产的外壳，去赚供应链这个轻利润的钱，最后再用规模把这点轻利润放大成巨额收益。这背后，我们还能看到那些炒菜机器人的身影，而提供这些机器人的公司，恰好就是京东之前投资的。还有最近，京东又连续投了好几家研究具身智能的头部公司。啥叫具身智能？通俗点说，就是能像人一样在物理世界里活动和操作的机器人。你看，所有的布局，所有的投资，最后都像百川归海一样，汇入了供应链这条大河。这条路无疑是艰难的，也是孤独的，它需要巨大的前期投入，可能3、5年都看不到明显的回报，甚至会拖累财报，让股东们心惊肉跳。这就像当年京东不顾所有人的反对，执意要自建物流一样，那会儿所有人都说他疯了，说他会在烧钱的路上把自己烧死。可如今呢，正是这个当初被视为自杀行为的决定，成就了今天京东最坚固的护城河，让它成了国内第1家营收破万亿的民营企业。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。今天刘强东重回一线，他选择的依然是那条最难走的路。他要再一次把供应链里的所有水分挤干，把所有的效率提到极致。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。就像他自己说的，京东的商业模式没法只干3、5年，可能都是10年、20年的活，但这就是企业的宿命。坚定地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，才能走得更远。所以当你们看到刘强东的身影再次奔波于一线时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个企业家的回归，更是京东灵魂的回归，是对其商业信仰最彻底、最决绝的践行。未来，这张由供应链织成的大网，将为京东带来怎样惊人的回报？我们拭目以待。这绝对是一场值得我们长期关注的商业史诗。
好了，我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